各位摩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模型私人的频道。PGU New 钢弹制作连载来到了 Part 3，继光速步枪与盾牌之后，这次我们要来处理阿姆罗另一项经典重火力武装——新型超级火箭筒。这次在火箭筒的改造上，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设计阶段。火箭筒本身的造型相当洗练，这次的改造理念是简单中的不简单，在保留原套件利落轮廓的前提下，赋予它更具说服力的机械情报量。那我会在宿主后先进行设计。这边有3个步骤：红、绿、蓝。红色代表新增刻线，绿色代表新增或胶板改造，蓝色代表挖洞露出内部结构。在设计上透出内构也是一种表现方式。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常用的刻线工具：刻线胶带、刻线刀、刻线针、分规。用这些基本的工具来新增刻线。这边用斯特利的刻线胶带先做定位，再用锐的 0.2 刻线刀去刻出线条。在刻线的过程中，我还是时常会滑刀。后面我找到了一个方法避免滑刀。这边有的方法就是先用刻线针划过，让刻线针产生凹槽，之后再用刻线刀补上，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滑刀的几率。这个方式推荐给摩友。如果各位摩友也喜欢这种挑战极限的模型过程，请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，感受一下这一集火箭炮的极致改造。或许中间过程会让你有一些新的灵感产生。也欢迎各位摩友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这些小小的动作就是支持本频道最大的动力。之前滑刀的部分就会用 MAD 的黑色超浓瞬间胶去做填补，所以各位摩友不用担心刻歪的部分。不过如果可以在前期避免滑刀的部分，之后就可以少掉这个步骤，所以刻线还是需要多练习才能熟练的技巧。接下来我用1mm 的刻线刀刻出凹槽，这里我会搭配塔米亚的胶条去填补刻出来的凹槽，在这个凹槽里面重新去做设计，那凹槽里面会有一些填充的细节。那塔米亚出了这一系列的改造胶条，基本上我都会选择小尺寸的去配合刻线刀。在改造模型的时候，这些都是必要的基础工具。那这边我在量好尺寸之后，再搭配 Display 的切割器去精准切出我要的造型，还有尺寸。那这边搭配刻线刀的尺寸，所以我这边只要切割出来长度的尺寸之后，再放入之前的刻线槽里面就可以了。这样一凸一凹就可以设计出比较丰富的凹槽设计。这边的设计理念就是会让一些小地方再加一些小细节上去，让一些大面积的留白有一些变化上去。接下来炮口的部分，这边会用锐的落差刮刀去做开口的倒角，这些不起眼的地方去增加一些小细节，会让整体的作品变得比较精致，但也需要适度的留白，才可以在视觉中找到一个舒适的平衡，在简单的造型中去找出不简单的设计。这是我这次改造花最多时间的地方。那我这边比较常用到的尺寸是 0.5 跟 1mm。 那这边使用落差刮刀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它要顺着同一个方向去做刮除，这样刮出来的落差才会漂亮好看。接下来我们就是用神之手的挖孔刀去做挖孔。那这边一样会先用分规去做定位，找出中心点后再去做挖孔这个动作。接下来就是耐心的把孔洞给钻出来，钻出来这些孔洞之后，会再搭配蚀刻片去做细节的追加。现在很多厂商都有推出这种圆形的蚀刻片，好添加细节。接下来我很喜欢用束线带去做一些结构的增加。那我这边也发现电脑用的束线带是更小、更精密，因为束线带本身结构的问题，所以它很适合拿来做钢弹的改造。就看各位摩友怎么去发挥咯。这边我一样会用 Display 的切割器去做切割，然后我这边习惯是用45度角去切出造型，最后再用瞬间胶去贴在模型上。那因为材质的关系，这边用模型胶是没有办法粘在模型上的哦。那因为模型的造型是对称，所以另外一边的45度角是要反着切，这样才能切出对称的造型。这边就是改造后的样子。接下来弹夹的地方，我会在上方增加胶板。这边我会搭配梯形尺去切出直的大线条。如果尺寸要很精准，这个梯形尺也是必入的工具之一。有了长条，再搭配切割板去切出我要的尺寸，这样切出来的东西才会够精准。这两个搭配可以说是缺一不可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胶板添加上去后的样子吧。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扩孔。那这边我会先用分规做定位，当定位完之后，会用超音波刀先割出大概的空位。
那这个防刮指套建议是套上。我之前在制作的时候是有不小心碰到超音波刀，它其实是蛮烫的，好险是没有刮到我自己啦。这边也有段数是可以调整。当大致轮廓出来之后，这时候就要用笔刀去细修。那在用笔刀细修的过程中，专注力一定要非常的集中，尽量修整在孔的边缘，不要超过。最后剩下的部分再用打磨板去做修正。这边我会用 Display 的碳纤维打磨棒去做最后的小细修。那这个过程蛮需要细心跟耐心的，急不得。在这个造型上会想要扣孔，是因为这个地方造型本来是蛮单调的，然后再加上它的内构是蛮精彩的，所以才会有这个念头。然后这边再用胶板去补足它的内构。那因为模型是对称的，这个内构也必须要做出对称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完成后的样子，添加了很多细节上去。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遮盖上色的部分，这边附上了主要的分色表。那这边我更新了水帘式的抽风箱，品牌是大力新的，之后会再跟摩友分享使用心得。目前初步使用心得是气味少很多。声音的部分，因为我有搭配静音风管，所以声音也是小蛮多的，适合在深夜喷漆作业。这边我就来分享一下使用遮盖胶带的心得。因为模型的结构它通常都会有一层一层，在底层有上漆的状态下先做遮盖，那再搭配 Display 的切割板去切出小片小片的遮盖胶带，再一片一片的堆叠在上层模型边缘，这样就可以做出模型底层跟上层的分色。讲穿了整个遮盖的重点，就是模型的低到高，先喷涂底层的模型，再进行遮盖，遮盖完后再喷涂高的模型，这样就可以制作出很丰富的遮盖分色。在喷涂上色前，我这边会建议模友先观察一下模型高低的顺序，再去决定喷涂的顺序。这样操作下来，通常你的模型分色效果都不会太差。不过分色通常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处理。各位模友看我桌上的这些遮盖，还只是一小部分，通常遮盖还要再处理个2-3层，才能做出丰富漂亮的分色。那通常分色我会在同色系中去做一些跳色的变化，然后在一些小的结构再用一些金属色去做分色，去制造出一些质感的落差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4款模型遮盖液。第一款是 AV7， 那它整体比较偏于膏状。那我在其他人的影片上看到的样子是呈现比较水的样子，我想我买到的应该是放到过期了。再来第二罐是俊士的 M132， 它介于液体跟膏状中间，比较难处理精密的遮盖。接下来一样是俊士的 M133， 这款偏液体，它是上一代的改良款，干燥后也可以用笔刀做裁切，整体也可以做一些很细致的遮盖。接下来是盖亚的 G09R， 整体也是比较偏水性，操作起来也能做一些精密的遮盖。现在整体的缺点就是比较不好购买了，但网络上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购买的管道。还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没有内附笔刷，像我在提取颜料的时候比较不方便。评比以上4款的遮盖液，我想是俊士的 M133获胜，不管是在购买或是操作上都是非常的方便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示范我是如何使用这个遮盖液吧。大的局部我还是会用遮盖胶带，在那些小型圆形的曲面上，遮盖液就是最好的选择。这边我就会搭配笔涂去做精细的遮盖。那这边笔涂如果有失误的话，等它干燥之后，可以用笔刀轻轻画出不需要的形状，再进行移除。所以遮盖液我通常会配合遮盖胶带，两者混合的搭配通常会大大的提高遮盖的效率。那这边就分享给各位模友，希望对各位模友有帮助，减少制作遮盖的时间，让遮盖变得比较轻松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组装成品吧。那在组装的过程会遇到漆太厚，在安装的时候会装不太进去，这个时候通常都是扩孔，不然就是进行打磨，让公差再变小一点，好利于安装。那我这边还是会遇到模型太紧拆不开的状态，这时候我就会用手机萤幕拆机片，在拆模型的时候比较不会伤到模型，大推而且又便宜，一片不到2块钱，我觉得也是各位模友必入的工具之一。这样在甲组进行拆装的时候也比较不会伤到模型。那我们就来看剩下成品组装的部分吧。
通常我制作一个视频需要2到3周的时间，从拍摄到剪辑通常是由我一个人来制作，文案到成品的把关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在观看影片的各位，真的非常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让这个 PGU 的连载计划能够进行下去。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交流，你们的每一个留言我都会收看并回复，或是按个赞，小小的鼓励一下频道，都是对我最大的鼓励。我这边就会把我已知的模型技巧免费的分享给各位模友，就让我们一起正向循环下去吧。这边也先感谢各位收看的模友，希望看到这些改造能对各位模友一些小小的启发。接下来就是大量的水贴制作，通常我在边角的地方贴上水贴，这边就是用喵酱的水贴去补足本身水贴不足的状态，最后再补上10颗片来补充最后的细节。谢谢各位有没有观看到最后，我们的武器篇在这边快要告一个段落了。还有最后一个大魔王浮游炮，喜欢本频道的魔友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后续的精彩连载。这次火箭筒的改造设计你还喜欢吗？还有这4款遮盖衣中你最喜欢用的是哪一款？都欢迎底下留言跟我交流哦。那我们就下集制作连载见咯，拜拜。